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语言和声音深度浸泡甚至淹没的时代。从你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手机里的未读讯息、新闻播报的背景音、通勤路上的交谈声，以及你自己大脑里从未停歇的内部对话，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我们以为说话是我们表达自我、掌控世界的方式，却没有意识到每一次开口都在大量消耗我们本就稀缺的精神能量。在里拉之谜的游戏设定中，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它更是小我 ego 用来确认自身存在的锚点。当你不说话时，小我会感到恐慌，因为它失去了与外界摩擦、碰撞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害怕冷场，总是忍不住要在沉默中填补点什么。但你是否想过，这种持续不断的语言输出，正是导致你长期焦虑、疲惫不堪的元凶？你的前额叶皮层，那个负责高级认知、决策和情绪调节的大脑区域，正因为过度处理这些冗余的语言信息而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想象一下，一台永远在高速运转却从不清理缓存的电脑，最终的命运必然是死机。而我们的大脑现在就处于这种随时可能崩溃的边缘。真正的平静从来不是来自于你说服了全世界，而是来自于你终于学会了闭嘴。闭嘴3天听起来像是一个极端且不切实际的挑战，但在高阶修行者和脑神经科学家的眼中，这却是一次极其高效的精神排毒与前额叶修复手术。为什么是3天？因为人体的生物节律和神经递质的代谢需要一个完整的周期。第一天，你会感到极度的不适和焦躁，你的大脑会像戒断反应一样疯狂地渴求表达。第二天，当你强行切断了语言输出的回路，你的大脑开始意识到外界并没有因为你的沉默而停止运转，一种奇妙的抽离感开始产生。到了第3天，奇迹发生了。你的前额叶皮层得到了彻底的休息，它开始修复那些受损的神经元连接，你的内心会升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与宁静。这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安慰，更是生理上的重置。在里拉游戏的法则里，我们大部分的焦虑都来自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的无效防御，而语言就是这种防御的主要武器。当你放下了武器，你反而获得了真正的安全感。这就像是你终于退出了那个充满噪音的聊天室，回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堡垒。70%的焦虑其实根本不需要被解决，只需要被停止关注，它们就会在沉默中自动消散。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不说话，别人误会我怎么办？如果我错过了重要的机会怎么办？这正是小我最擅长的恐吓战术。在里拉游戏的幻境中，我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话语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事实上，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你少说2句，世界不仅不会崩塌，反而会变得更加和谐。止语并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主动的能量回收。当你把向外散发的注意力全部收回到自己身上时，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夜不能寐的烦恼，其实不过是头脑制造的虚幻泡影。你以为的焦虑症，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你的大脑处理了太多无用的垃圾信息，导致了严重的系统卡顿。止语就是按下那个强制重启的按钮。在这接下来的3天里，我们不探讨宏大的哲学，也不练习复杂的冥想，我们只做一件事，闭上嘴巴。这听起来简单到了极点，但它却是通往终极自由的最短路径。准备好迎接这场看似平淡却威力无比的精神风暴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止语的世界，看看当语言停止时，真实的生命将如何为你展开。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认为只要我们把话说清楚，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我们试图用语言去定义爱，定义成功，定义每一种细微的情绪，仿佛只要找到了合适的词汇，我们就能掌控这些无形的力量。但在里拉游戏的更高维度看来，这是一种极其可笑的傲慢。语言本质上是一种降维打击，它将三维甚至更高维度的真实体验压缩成了线性僵化的符号。当你试图用语言去描述一朵花的香气时，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那朵花。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大部分矛盾，往往不是因为沟通不足，而是因为过度沟通。每一次争吵，每一次辩论，其实都是两个小我在为了争夺我是对的这一虚假控制权而拼死搏斗。我们把大量的生命能量浪费在编织逻辑严密的语言网里，试图把别人网住，结果却把自己困在了其中。你以为你在用语言表达思想，实际上是语言的结构限制了你的思想。当你停止说话，你会突然发现，那些原本似乎无法调和的矛盾，在沉默面前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了语言的支撑，矛盾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立足点。小我 ego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虚拟构造，它没有实体，只能寄生在各种概念和反应中。而表达就是小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当你对某件事发表意见时，不管这个意见是赞美还是批评，小我都借此完成了对自身存在的确认。我在评价，所以我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网络上总是充满了戾气和无意义的争吵。每个人都在急于表达，没有人真正在倾听。因为倾听意味着小我需要暂时退居二线，这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死亡威胁。在里拉游戏里，如果你想看清小我的真面目，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切断它的食物来源——止语。当你强行按住那个想要反驳、想要辩解、想要炫耀的冲动时，你会清晰地感觉到内心有一股能量在剧烈翻滚。这股能量就是小我感到窒息时的挣扎。一开始，这会非常痛苦，你会觉得自己快要爆炸了。但只要你挺过这个阶段，不给它任何语言的出口，这股狂躁的能量就会慢慢平息，最终转化为一种深沉的内在力量。你不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因为你已经在沉默中找到了那个不可摧毁的真实核心。文字和语言是我们感知世界的一面滤镜，但我们常常忘了这面滤镜是带着严重扭曲的。当我们给一个人贴上好人或坏人的标签时，我们就再也无法看到他完整而复杂的真实样貌了。语言有一种将流动的生命固化为静态概念的魔力，这使得我们一直生活在概念的目的里，而不是鲜活的现实中。你在脑海中不断重播的那些焦虑场景，哪一个不是由语言编织而成的？如果我明天搞砸了怎么办？他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纯粹的语言产物，却能让你的身体分泌出真实的压力荷尔蒙，让你的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这就是语言的幻术，它用虚假的问题骗走了你真实的生命力。当你开始止语，你就不再为这个幻术提供燃料。那些纠缠不清的概念会因为失去了语言的浇灌而枯萎。你会发现，没有了失败、羞耻、焦虑这些词汇的干扰，当下这一刻其实是非常安全且平静的。你不需要去解决问题，你只需要看穿这问题是由语言虚构出来的幻影。当语言退潮，真实的礁石自然会显露出来。有趣的是，当我们谈论止语时，不仅仅是只闭上物理层面的嘴巴，更重要的是停止大脑里那永无止境的内在对话。物理上的闭嘴只是第一步，它像是一个外在的仪式，用来约束我们向外攀援的惯性。但真正的考验在于，当你的嘴巴闭上后，你脑袋里的那个广播电台反而会变得震耳欲聋。你会发现，
自己心里住着几十个不同的人格，他们在争吵，在抱怨，在排练从未发生的对话。不要害怕这种内在的喧嚣，这正是排毒过程的必经之路。就像一杯浑浊的水，只有当你停止搅动它时，泥沙才会慢慢沉淀，你才能看清水的本来面目。在止语的状态下，你成为了一个纯粹的观察者，你只是看着那些念头升起又灭去，不给他们加上任何语言的评论。没有了你的参与和认同，那些念头就像是没有观众的戏剧，演着演着就觉得没意思了。最终，大脑的广播电台会因为缺乏收视率而自动停播。那时，你会体验到一种被巨大静谧包裹的狂喜，这是在任何喧闹的社交场合都绝对无法获得的终极体验。让我们把视角从灵性层面转向神经科学，看看止语究竟是如何在大脑的物理结构上引发奇迹的。现代人的大脑，特别是前额叶皮层，正承受住史无前例的负荷。前额叶负责理性思考、决策、抑制冲动以及社交表达，它就像是大脑里的 CEO。每一次你试图在会议上组织语言，在微信上斟酌字句，甚至只是在心里默默吐槽，都在疯狂消耗这位 CEO 的精力。当前额叶被过度使用时，它就会进入一种认知疲劳的状态，其对杏仁核、大脑的情绪中心的控制力就会大幅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说了一天话之后，会变得特别容易发脾气，对微小的挫折反应过度，甚至陷入莫名其妙的焦虑之中。因为你的情绪刹车系统已经因为语言的过度使用而失灵了。止语就是在给你的大脑 CEO 放一个带薪长假。当你切断了语言表达的需求，前额叶皮层终于可以停止处理那些繁杂的逻辑和社交规则，它的耗氧量和葡萄糖消耗量会显著降低，从而进入一种深度的自我修复模式。这比任何昂贵的保健品都能更有效地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大脑中还有一个神秘的网络系统，被称为预设模式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DMN）。当你不专注于某个具体任务，比如发呆、回忆过去或担忧未来时，这个网络就会异常活跃。科学研究表明， DMN 的过度活跃与抑郁症、焦虑症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它总是喜欢反复咀嚼那些消极的自我评价和未知的恐惧。而我们日常的很多语言表达，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强化和刺激 DMN。我们在对话中不断确认我的遭遇、我的感受、我的不满，这就像是在给 DMN 喂食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让它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难以控制。当你进行3天的止语实验时，你实际上是在对 DMN 进行一次严格的断食疗法。因为没有了语言这个媒介，那些关于自我的故事和叙述就无法继续编织。科学家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fMRI 发现，深度的静默可以显著降低 DMN 的活跃度，让大脑从持续的自我消耗中解脱出来，转向更加开放、专注的当下体验。你的焦虑症就在这无言的静默中失去了存在的生理基础。说话，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动作，其实是一个非常耗费体力的生理过程。它需要调动呼吸系统、声带肌肉以及面部神经的精准配合。更重要的是，每一次情感强烈的表达都会引发体内激素水平的波动。当你激动的争辩、焦虑的诉说时，你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压力荷尔蒙会大量分泌。长期的话语输出，特别是伴随着负面情绪的表达，会让你的身体一直处于慢性的战斗或逃跑应激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的免疫系统会被抑制，睡眠质量会断崖式下降。而止语就像是给这台过热的引擎直接拔掉了电源。当声带停止震动，
呼吸变得深长且缓慢，迷走神经开始被激活。迷走神经是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主要通道，它会向全身发送现在很安全，可以休息的信号。随着迷走神经张力的增加，你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3天不说话，你的身体会经历一次从细胞层面开始的全面降压。你会发现自己的肩膀不再紧绷，眉头自然舒展，甚至连呼吸都带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甜美感。这是任何言语都无法描绘的极致放松。大脑具有强大的神经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 这意味着它会根据你的使用习惯不断重塑自身的物理结构。在长年累月的喋喋不休中，我们大脑中负责语言生成和社交防御的神经回路变得异常粗壮，而负责深度感知、直觉和内在平静的回路则逐渐萎缩。这就像是一条过度开发的高速公路，旁边则是杂草丛生的林间小路。止语就是强行封闭这条高速公路，逼迫你的大脑去开辟新的路径。在闭嘴的这3天里，由于旧的神经回路不再被激发，大脑会将宝贵的资源重新分配。负责空间感知、情绪觉察和同理心的大脑区域会得到更多的血液供应和神经生长因子的滋养。科学家发现，长时间处于静默状态的人，其大脑皮层的某些区域会变得更厚，这意味着他们处理复杂信息和应对压力的能力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你不再是一个只能通过膝跳反射般言语回应外界的机器人，而是成为了一个拥有巨大缓冲空间，能够在混乱中保持定静的高级生命体。这种神经网络的重装升级是你给自己大脑最好的礼物。在资讯爆炸的今天，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经受着多巴胺的狂轰滥炸。社交媒体上的点赞，一条秒回的讯息，一次充满讥讽的对话，都会刺激大脑分泌微量的多巴胺。我们像上瘾的白老鼠一样，不断地寻求这些廉价的刺激，导致多巴胺受体的敏感度越来越低，最终陷入了持续的空虚和焦虑。语言交流，尤其是那些寻求认同和关注的表达，正是我们获取这种廉价多巴胺的主要途径。进行3天的严格止语，本质上就是一次深度的多巴胺阶段 （dopamine fasting）。当你切断了所有通过说话获取外界反馈的渠道，你的大脑一开始会非常难受，它会尖叫着索要刺激。但只要你坚守住沉默的底线，奇迹就会发生。你的多巴胺受体会慢慢恢复敏感度，重新校准快乐的阈值。到了第3天，你可能会因为看到一片落叶在空中飞舞，或者喝到一杯白开水的清甜，而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纯粹的喜悦。你不再需要通过喋喋不休的社交来填补内心的空洞，因为你已经找回了感受生命微小美好的能力。人体的能量系统是一个精密的收支平衡表。中医讲日出千言，不病自伤，这句话在现代神经科学中找到了完美的印证。每一次大脑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具体的语言文字，都需要消耗大量的 ATP 三磷酸腺苷，细胞能量的通用货币。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平时话最多、总是急于表达自己的人，往往也是最容易感到疲惫、精神最难以集中、气场最为涣散的人。因为他们的生命能量就像是没有关紧的水龙头一样，随着无意义的废话白白流失了。在里拉游戏的能量学视角中，止语就是给这个漏水的水龙头换上一个坚固的阀门。当你不再将能量以语言的形式向外辐射时，这些能量就会在你的体内逐渐积聚、回流，最终滋养你的五脏六腑和中枢神经系统。这是一种内在炼金术的过程，你会真切地感觉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充实感，
仿佛身体里有一个被耗尽的电池正在被重新充满。你的眼神会变得更加清澈，你的气场会变得更加稳定，你不需要说任何一句话，你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是3天的止语，而不是半天或1天？因为生物体的生理改造需要一个难以逾越的时间阈值。24小时的静默通常只能让你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依赖说话，那是一个纯粹的心理挣扎期。到了48小时，当你意识到反抗无效，你的身体才开始启动深层的副交感神经系统，神经递质的紊乱开始得到初步的纠正。而只有突破了72小时的临界点，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变化才会产生实质性的物理沉淀，前额叶皮层的炎症才会真正消退， DMN 的活跃度才会降至健康水平。这72小时就像是毛虫在茧中化蝶的过程，少1分1秒都无法完成那种质的飞跃。这3天里，你会经历震惊、抗拒、无聊、绝望，最终抵达那片广袤无垠的平静之海。这是一场与自己小我进行的史诗级战役，没有硝烟，没有敌人，只有你和那令人窒息却又无比疗愈的沉默。当你带着修复如初的前额叶和焕然一新的神经网络从这3天的试炼中走出来时，你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你已经掌握了里拉游戏中最为高级的防御与修复机制。当然，理论听起来总是很美好，但当你真的开始实践闭嘴3天时，场面往往会变得非常滑稽。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在超市结账，收银员热情地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需要塑胶袋吗？你只能保持着一种迷之微笑，像个 AI 机器人一样点头或摇头，顺便收获收银员看精神病患者一样的眼神。或者在家里，伴侣问你晚上想吃什么，你默默地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下随便，但不要太油。这种突然的文字交流会让家庭氛围变得像是在进行某种地下特务接头。小我会在这时候疯狂地嘲笑你，看吧，你这是在干嘛？这太尴尬了，快说句话打破僵局吧。但这正是游戏最有趣的地方。当你放下必须维持正常社交形象的包袱时，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喜剧色彩。别人因为你的不说话而产生的小小慌乱，恰恰反映了他们对语言的病态依赖。你只需要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享受这种由你一手制造的轻微混乱。不说话的你，就像是一个隐形的导演，冷眼旁观着这场名为人类社交的荒诞戏剧，内心却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在止语的第2天，你会遇到最大的挑战——八卦的诱惑。人类大脑的原始设定中，八卦是促进部落团结、获取生存信息的重要手段。当你无意中听到同事在茶水间谈论老板的惊天秘闻，或者你的好朋友发来一条你绝对猜不到昨天发生了什么的讯息时，你那被压抑的语言中枢会瞬间充血。你会觉得如果有话不能说，简直比憋尿还要痛苦10000倍。你的手指会在手机键盘上疯狂摩擦，你的喉结会上下滚动，小我在你的脑海里大声疾呼：就回一句，就一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吃瓜机会啊！在这种极端的诱惑面前，保持沉默需要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定力。但这恰恰是修复前额叶的最佳时机。每一次你成功地将这股八卦的冲动咽回肚子里，你的大脑皮层就会长出一条新的、更强壮的神经元连接。你会深刻地体会到，原来所谓的必须要知道、必须要评论，完全是大脑分泌的多巴胺在作祟。当你错过了这个瓜，地球依然在转动，甚至因为少了一个散播是非的人，这个世界的商值都微弱地降低了一点点。
治愈期间最让人醍醐灌顶的体验之一，就是当你站在第三方的视角去观察那些没有止语的人是如何交流的，你会惊讶地发现，人类日常对话中有高达90%的内容纯粹是毫无营养的废话和噪音。A 在抱怨天气， B 在炫耀刚买的鞋子， C 在无意识地重复别人的话，以证明自己在听。他们看似在交流，实际上只是各自在对着空气发射频率不合的电波，根本没有真正的连接发生。当你不再参与这种无效的电波发射时，你会觉得自己像是无意中摘下了翻译耳机的外星人，看着地球人张牙舞爪地发出各种无意义的声音。你会忍不住在心里感叹：天啊，我以前也是这副德性吗？这种带着轻微自嘲的觉醒是极具疗愈效果的，它会彻底粉碎你对表达的执念。你开始意识到，你曾经说过的那些自以为深思熟虑的话语，在宇宙的尺度下不过是几声微弱的虫鸣。既然大部分的话说出来都是废话，那还不如把这些能量省下来，留给大脑去进行深度的清理和自我修复。这种了悟比任何心理咨询都能更有效地治愈你的表达焦虑症。有一句古老的禅语非常适合用来形容止语的挑战。我在深山老林里独自冥想时，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开悟了，直到我下山去超市买菜，被人插了队。止语也是一样。当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不说话时，你会觉得自己像个圣人，浑身散发着宁静与祥和的光芒。但一旦你走上街头，遇到那个开车不打方向灯的司机，或者那个总是在你耳边喋喋不休抱怨生活的亲戚，你的破防只在一瞬间。你会在心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将对方祖宗18代问候了一遍，虽然你的嘴巴还是紧紧闭着的。千万不要因为这种内心的暴走而感到沮丧，因为这太正常了。里拉游戏从来不是要求你变成一个没有情绪的木头人，而是让你在情绪风暴来临时，依然能够守住最后的底线，不把它说出来。只要你不将这股负面能量转化为物理声波发射出去，它就只是一场发生在头脑里的虚拟风暴，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能够在想骂人的时候忍住不骂，这种对冲动的绝对控制力，本身就是前额叶功能强大、焦虑症彻底痊愈的最有力证明。既然了解了止语的科学原理和潜在的挑战，那么在里拉游戏的现实副本中，我们该如何开启这场为期3天的精神排毒之旅呢？首先，你需要做一个周密的计划。这不是那种可以头脑一热就随时开始的活动。你需要选择一个相对空闲的周末，最好能连上1天年假。在开始之前，你要向重要的家人和工作伙伴发出免责声明。在接下来的3天里，我将进行一项深度的语音进食实验，请不要因为我的沉默而感到冒犯。如果有紧急情况，请发文字。这不仅是为了减少外界的干扰，更是为了安抚你自己的小我，告诉他不说话是被允许的，是安全的。准备好一些最简单的食物，确保你的生活可以维持在最低耗能的状态。最重要的是，要把手机调成静音，并关闭所有的社交软体通知。记住，止语不仅仅是不发出声音，更是切断一切向外输出的信息流。当一切准备就绪，深呼吸，告诉自己，在这3天里，你不再是谁的员工、谁的伴侣、谁的父母，你只是一个纯粹的存在，一个正在进行深度自我修复的宇宙观察者。在现代社会，物理上的闭嘴其实并不难，真正的难点在于数字空间的止语。很多人以为只要嘴上不说话，在微信上疯狂打字聊天就不算破戒，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从大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用文字表达和用语音表达激活的都是同样的语言中枢和前额叶皮层。
如果你在止语期间还在不断地刷朋友圈、回复评论、参与群聊，那么你的前额叶依然在满负荷运转，你的 DMN 依然在疯狂活跃，这次排毒手术就彻底宣告失败了。因此，真正的止语必须伴随着严格的数字断舍离。在这3天里，把你的手机变成一块单纯的看时间的砖头，不发送任何一条非必要的讯息，不点赞任何一条动态。一开始，你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幻影震动综合症，总觉得有人在找你，总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改变世界的大事。这正是你的神经系统在排出社交焦虑毒素的过程。看着那种渴望连接的冲动升起，然后温柔而坚定地拒绝它，你会发现，没有了数字虚拟网络的牵绊，你的现实世界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和真实。在止语的过程中，你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与自己脑海中的声音面对面。没有了外界的干扰，这些声音会变得无比巨大。你会听到那个充满评判的声音，那个焦虑未来的声音，那个充满怨恨的声音。以往，我们会通过说话、看手机或工作来逃避这些声音，但现在你无路可退。这时候，你需要运用里拉游戏中最核心的技巧——观察而不认同。当一个焦虑的念头升起时，不要去压抑它，也不要去和它争辩，只是静静地看着它，就像看着天空中飘过的一朵乌云。告诉自己，大脑又在分泌焦虑的信号了，真有趣。当你拉开了这种观察者的距离，那些原本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念头就变成了屏幕上的像素点。它们无法再操控你的情绪，无法再让你的心跳加速。在这种持续的观察中，你会亲眼见证那些顽固的神经回路是如何因为得不到能量的注入而逐渐枯萎的。你不是在消灭思想，你只是在停止喂养它们。这是最深刻的内在炼金术，是将焦虑转化为平静的无上法门。通常在第3天的某个时刻，当所有的挣扎、抗拒和无聊都被彻底耗尽之后，会迎来一个奇妙的突破点。那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体验，你的大脑突然变得异常安静，就像是一台轰鸣了几十年的老旧机器终于被关掉了电源。那种安静不是死气沉沉的寂灭，而是一种充满了生机和觉知的空灵。在这一刻，你可能只是坐在窗边看着阳光洒在地板上，或者听着远处传来的微弱鸟鸣，但你的内心会涌起一种毫无缘由的巨大喜悦。你不再需要去分析任何事情，不需要去解决任何问题，你只是存在着，这就已经足够完美了。这就是前额叶皮层彻底修复后 DMN 回归初始状态时的终极奖励。你终于明白了，焦虑从来不是外在环境造成的，而是大脑无休止的语言处理机制过热所导致的系统崩溃。当这个机制被强行重置，焦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这72小时的沉默，为你的心灵建造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无论未来外界多么喧嚣，你都知道，在你的内心深处，永远有一片不被任何人打扰的宁静之海。3天结束后，当你再次准备开口说话时，请务必慢一点。不要像饿虎扑食一样立刻投入到社交的洪流中，那会瞬间摧毁你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平衡。将第一句话视为一个神圣的仪式。在发出声音之前，先在心里问自己3个问题：这句话是真的吗？这句话是善意的吗？这句话是必须要说的吗？如果答案不全为是，那就选择继续保持沉默。你会惊讶地发现，经过3天的止语洗礼，你对语言的感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开始能听出别人话语背后的恐惧、索求和虚荣，同时，你也对自己将要说出的每一个字变得无比敬畏。
你不再为了填补空白而说话，不再为了证明自己而争辩。你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颗经过精心打磨的石头，落在平静的湖面上，激起一圈圈充满力量的涟漪。这就是里拉游戏中语言的真正用法，它不再是小我消耗能量的泄洪道，而是高我传递慈悲和智慧的载体。你找回了话语的重量，也找回了生命的掌控权。闭嘴3天，听起来像是一场带有自虐色彩的挑战，但它实际上是这个喧嚣时代里，我们能给予自己最深情的拥抱。在这个人人都急于表达、急于证明的世界里，愿意主动选择沉默的人，才是真正掌握了游戏规则的超级玩家。70%的焦虑症不需要昂贵的心理咨询，不需要复杂的药物治疗，只需要你勇敢地切断那个不断向外索取的语言回路，让疲惫不堪的前额叶得到彻底的休息。止语是一场伟大的内在革命，它让你从一个被语言和概念操控的木偶，重新变回一个拥有无限觉知力和创造力的自由灵魂。下次当你感到焦虑、迷茫、疲惫到极点时，请记住，答案从来不在你即将说出的下一句话里，也不在别人对你的评价中。答案永远隐藏在那片深邃的、无言的静默之中。关闭噪音，停止防御，让大脑重启，让灵魂归位。在这场名为《里拉之谜》的宏大游戏里，沉默永远是你手中最具威力、最能逆转战局的终极外挂。现在闭上嘴，去体验真实吧。